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呢，我们来聊一聊石墨烯 ，CPU 上用的那种石墨烯啊，更准确的说，应该叫石墨片。最近呢，好多朋友呢来艾特我们啊，私信我们，是因为可能目前有商家在销售这个产品了，大家呢对这个东西可能比较好奇，到底是怎么样，并且啊，还有好多人问，为什么只有台式机规格，那个笔记本和显卡的规格尺寸没有？由于各种原因啊，是不想说的啊，但大家对我们这么认可啊，这种事情上能想起我们来，不能让大家白艾特我们。今天呢，我们一条视频来讲讲这个东西——石墨片。首先要说明啊，在3年以前，也就是大概在2022年年中，我们就开始接触这类产品了，甚至在去年，我们还少批量的订了些货啊。但是最终呢，我们并没有开卖，大家是不是很好奇啊？作为商家，有钱都不赚吗？下面呢，我们慢慢给大家说。不过回过头来看啊，把我们这几年的心得感受和大家分享一下，讨论一下石墨片这个东西，我想我们还是有那么一点点的发言权的啊。下面呢，我们从3个方面呢来说一说我的理解啊，石墨片到底是什么，有什么优缺点，以及它的适配性和将来的发展。首先 CPU 和显卡核心上用的石墨片啊，有很多种的产品解决思路啊，有单层的，有这种，它是一种很轻很薄的，大概意思呢，可能是某种东西直接烧结出来的一种材料啊，可以展示一下，很轻，跟一片海绵片一样，很薄很轻。还有一种呢是日本做的比较成熟的啊，就是 AMD 曾经在它那个显卡上曾经用过的啊 Vega64 是吧？大家有没有印象？我感觉呢是很多种材料复合压制成的一种东西啊。今天呢，我们来重点说一说我们研究时间最久的这种啊堆叠石墨片。它的大概思路呢是聚酰亚胺烧结的那种石墨片，然后一层一层叠起来啊，这种东西就是聚酰亚胺做成的哈，金手指胶带。用某种树脂或者胶之类的东西呢，把它们粘到一起，然后竖起来，沿着它的横切面呢，用激光一层层的切开，就可以得到一个这种东西啊。它理论上呢，解决了石墨烯只有 X 轴和 Y 轴导热率高，但是它的 Z 轴导热率很低的这个问题。它把石墨片呢，相当于是竖起来用的，用 X 轴来充当 Z 轴来用，这样听起来是不是就很完美？也确实符合我们正常的理解思路啊。所以我们也是真的研究了很久。第二个呢，我们来重点说一说这种堆叠的石墨片它的优点和缺点。优点呢，首先是它的导热率很高啊，目前甚至可以做到90瓦。材料本身的热阻呢也很低，注意我说的是材料本身的热阻啊，这些呢都是它的优点啊。但是缺点呢也是比较明显的啊，正是因为它这个堆叠的这种结构呢，导致了它是比较硬的，它的界面润湿性呢也比较差。作为 TIM1 或者 TIM2 的材料使用的时候呢，你需要有足够的压力才能够达到它标称的这个数值。这里科普一个概念啊，作为超薄界面厚度的导热材料来说啊，最关键的指标是什么？是导热率吗？不是，是热阻，并且这个热阻呢是包含了接触热阻和材料本身的热阻2部分组成的。硅脂做成膏状就是为了这个目的啊。相变呢，虽说低温下是固态的啊，它的接触热阻也不好，但是高温下它会融化。融化之后呢，它的接触热阻呢就会有效的降低，材料呢就能够充分的去填充散热器和芯片之间的这个凹凸不平啊，包括它这个制造的公差，就可以呢有效的去降低它总体的热阻啊。但是石墨片这种结构呢，就决定了它比较硬，它和散热器和芯片呢，它没有那么紧密充分的接触，它的填充率是不足的啊，比起硅脂和相变来说的话，微观层面下呢，那些小坑它肯定是塞不进去的啊。你看它这个类似于一条一条的啊，正因为它堆叠起来，所以它是一丝一丝的，甚至可以拉丝啊。之前我们给大家推广过的那个 GK7 显存的那个石墨片啊，为了解决这个接触热阻问题啊，我们是在石墨片上涂了一层相变。但是因为显存垫片它是比较厚的，你涂一层相片也没有什么问题。但这种 TIM1 和 TIM2 使用的材料本身就要求非常非常的薄，你这个在石墨片上再涂一层软性的导热材料来降低那个热阻啊，接触热阻，这就有点这个脱了裤子那啥了啊。所以呢，这种石墨片最大的挑战呢，就是解决散热器和芯片的这个压力问题啊。即便材料本身的导热率和热阻再好，但是你拆东墙补西墙，想明显的去提升最终的导热效果，也确实是一个难度不小的事儿。前面我们唠叨这些有研究的朋友啊，应该就理解为什么市面上没有笔记本使用的这些规格了，因为笔记本的散热器提供的下压力非常有限，它不能有效的、充分的去压薄这个石墨片，达到它的最佳工作状态。
那效果呢表现就不好。而台式机散热器呢，一般由于它这个固定压力很大啊，都比较粗壮嘛，下压力要明显是好于笔记本的啊。只要你的压力够，效果确实还是不错的啊，甚至能够比这个顶级的硅脂都要好个1、2度的样子啊。但我们一直呢都没有去销售这个东西啊，问题就出现在这个适配性上。在我们有限的条件下测试的几款笔记本来看啊，包括台式机，因为台式机的散热器也是千差万别的嘛，在不同的机器上，它们的温度表现啊差异非常巨大。甚至在有的笔记本上，你上机一测，直接就开始疯狂的降频啊。核心问题呢，就是压不紧，热阻太高。最关键的是啊，我们在给这种材料跑耐久测试的过程中啊，后来发现，在某些机器上，它的耐久性可能是存在问题啊。我们分析原因，可能是材料的这个回弹性不足导致的。哎，它硬，你真是把它给压薄了，它不能自己去弹起来啊。它不是垫片，它也不是橡胶。它也不是树脂，融化了还能再黏糊回去啊，也可能是或者说由于震动，或者说什么某些形变，所以我们一直在讲关于裸带芯片的那个膨出问题啊。你芯片高温以后，它会和散热器形成这个挤压和冲击啊，你持续多次的这个挤压冲击，挤压冲击，然后把它真的去压薄了之后，它不回弹，有没有可能导致它的这个温度异常？说到这里啊，就想到一个问题啊。AMD 当年那个显卡用的那款石墨片用过之后，没有任何一个笔记本厂商去跟进。后来呢，连 AMD 自己也不用了。我想也有可能，跟我分析的有那么一点点的关系啊。这个东西啊，我们研究那么长时间啊，确实是我们前期测试样本还是太少。等这个样本越来越多之后，测试就发现好像不是想象中那么的完美啊，所以一直都雪藏了。同事们都说我是要求太苛刻了啊，我想不是，我们的客户受众群呢覆盖面很广，大家的机器五花八门，到时候大家测出来这个效果呢天差地别，那解释成本就太高了啊，你更不用说出现耐久性问题了。那么好的材料我们是一定要推荐给大家的，但是也不能落下一个乱吹的名声啊。那这种结构的这个石墨片的适配性的这个问题，是不是就说这种石墨片不行呢？当然不是。啊，在工业领域啊，你前置研发阶段就介入，从散热器的设计上就考虑到这个材料的特性，那这些问题可能也都不是问题了啊。我们 DIY 除外啊，你这个机器是定型的，我们又没有办法。并且呢，这些厂商呢，他们也在不断的研发和迭代，我们呢也会不断的跟进，将来会怎么样呢？我们拭目以待。好，这期视频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。我们目前开通了速卖通店铺，有时间的话呢，欢迎大家来逛一逛。感谢你的观看，我们